带你1分钟了解精彩剧情。北京知青石德宝在东北上山下乡收养了知青的孩子石方圆。石德宝带着孩子回城后，一切重新开始。从一名北京城的公共汽车司机到售票员，到饭店服务员，后来又利用自己祖传的木工特长，开始了走街串巷修补家具行当。石德宝的才能与人品被家具厂厂长看中，将他提拔为家具厂的厂长助理。最后，在学成归来初恋女友罗小马的帮助下，石德宝注册商标，开始了创业之路。石德宝经历了3段感情，特别是石德宝的第2次婚姻，他又收养了妻子百灵的女儿戚少飞。石德宝将2个都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养大成人，2个孩子在石德宝的教育下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和乡村医生。石德宝也在感动人生的颁奖礼上接受了平民英雄的荣誉。最后，大女儿石方圆在当年父亲下乡的地方建起了纪念父亲那一代人的纪念碑。接水。烙的真香，粥熬的也香，柴火烧的就是香。你还没吃柴火烧的米饭呢，还能吃上锅巴，那个更香。刘河屯的人真是热情啊！那可不，不光是热情，关键是你把虎子的眼睛给治好了，虎子奶奶可感动了。以前啊，我就觉得虎子老是斜着眼睛看人。没想到还真有问题。他就是左边眼睛，就一只眼睛有近视，而且还挺严重的。你看他每次看东西的时候都是用右边眼睛看，有没有发现？对。其实这样长期下来不好，按理说他应该配上眼镜，但是这边呢就是医疗条件有限，所以我想说，要不这样吧，我带他去县里的医院配副眼镜。还是我陪他去吧。这个我比你在行。那倒是。这眼睛的东西千万不能忽视。你看，像他这种吧，就是属于先天性的假性近视，配上眼镜应该就没问题了。如果要是长期只用一只眼睛看东西的话，很容易就影响另外一只眼睛。而且我发现，这里的好多孩子都有沙眼啊，还有一个孩子是弱视。弱视？对。那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吗？就是得等他成年了以后，看看是不是手术治疗啊，或者是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真没想到，你才来这么短的时间，就帮我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谢谢啊！拜托，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就是学这行的。是，我是说，你看，也没什么好吃好喝的招待你，整天就是这些粗茶淡饭的，找机会，我一定感谢你。我已经知足了，有热的吃就已经是我的福气了。不，你是我的福气，你帮孩子们看眼睛，我真得感谢你。来，快吃，饼。没事，我自己来行了。来，你吃你的。圆圆。那个，我不知道该不该问啊，你是为什么要来刘河屯啊？没事，我知道这样问不太礼貌，你不愿回答就算了。吃饭。其实很多事情，我可能一时半会儿没办法跟你说的特别清楚。就像你来刘河屯当老师一样，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能就是命中注定吧。是，对。行，我不问了。你呢，想在这儿待多久就待多久，啊，只要你不嫌弃这儿。一会儿下午的时候陪我去趟商店吧，我想买2床被子。买被子？干嘛？我成天睡那个教室里面的桌子太硬了，我觉得铺2床被子可能会舒服一点。这可受不起，你怎么这么关心我？我觉得是你想太多了。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看你这么关心我，我觉着我也应该假模假式的关心你。快吃吧。哎，好喝。
喂。哦，小李呀。哟，啊，你好，你好。什么？让我去工作？什么时候？明天就去。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那行那行，那我明天见啊。谢谢你，小李。哎，好，明天见。罗总，江思琴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没说是你背后帮忙的。电梯城的杨总很帮忙。嗯，我知道了。这么晚还不睡啊？睡不着。你不是也没睡吗？刚备完课，出来透透气儿，路过你房间，看你没人，出来找上你。不放心，你这么大半夜的。你每天在教室睡觉冷不冷啊？不冷啊。你冷啊？我不冷。你放心吧啊，咱们这个店儿虽然是在大山里，可冬天一点儿也不冷，甭管冬天夏天，啊，一刮风一下雨，咱们就把那个门板往窗上一怼，啊，屋里烧着炕，暖暖和和的，绝对不冷。腾辉，哎，你有女朋友吗？你问这干什么？好奇。你这一问把我问愣了。有过。你跟我说说呗。不就是谈恋爱嘛，最后不合适就没在一块儿了。哎呀，我跟我那女朋友之前是大学同学，都学师范的，最后毕了业，我想回刘河屯，她非要留在城市里面，就分了呗。分手时痛不痛？还好，不太疼。不太痛？什么叫不太痛啊？分手时肯定得痛啊！是不是我这个人嘛，就是怎么说呢，对感情不是特别的主动。有的时候吧，我觉得两个人要是在一块儿不太合适吧，我从来也不勉强别人，就是能在一块儿过就在一块儿，不行，人家说分就分了呗。分手多久了？小1年了吧？这1年你都空着呢？啊，不是，你查户口呢？没有，我就是好奇。那个，那你分手以后大概过了多久能把心里这个人彻底忘了？哎，你还真没说，这个事儿我之前跟我们那个大学同学探讨过，说是，怎么说呢？是你爱这个人的倍数来计算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打比方跟你说吧，比如说一男一女吧，两个人在一块儿相爱1年，那么说他俩分手了，你就得花2年的时间去忘记他；如果是相爱2年，你就得花4年的时间去忘记他，就这么回事儿。我觉得你来这是想忘记什么人吧？没关系，如果你是要忘记人，你找店儿找对了。我们这刘河屯
满山遍野全是好看的风景。你看，在咱们这儿啊，有可爱的孩子们，还有一个像我这样管吃管住的人陪着你，多好。我是来旅游的，才不是为了想要忘记什么人呢。我知道，像你们女孩子吧，都爱讲面子。这个，如果你真要是想来这儿疗伤的话，你真是找对地方了。哎，我保管你哈，1个月以后，吃的你白白胖胖，回到北京城。回去以后，什么事儿都忘干净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不该忘记的人全忘。是吗？不信你就试试。我跟你说啊，这天大地大，绝对大不过咱刘河屯人的心。你想想啊，如果一个人的心那么的宽广，他一定是个善良的人，一定是一个能容得下一切的人。那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坎儿过不去？还有什么人忘不掉呢？是不是？谢谢你，宋辉。你这么说太客气了。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是失恋了，你想到刘河屯来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来疗伤。你只说对了一半。一半？那还有另一半是什么呀？且听下回分解。睡觉，赶紧睡吧。还留悬念。晚安。晚安。多盖点被子啊，夜里头凉。等会儿啊，妈。喂，等一下。哎，大娘，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石头教给我的土方子，我给您试试啊。哎呦，什么土方子呀？我可不信什么土方子。哎呦，妈，您看这脚，这一摁啊，就是一个小坑啊。说起这小坑来呀，我就想起你爸来了。你爸这人呐，特抠门儿。抠门儿？他每次出去买窝头啊，先拿起那窝头，看着这个窝头底下有没有坑儿。窝头不是都有坑吗？说的是啊，可他专挑那个没坑的窝头买。他说没坑的窝头啊，多块面疙瘩。妈，那不叫抠门儿，那叫会过日子。会过日子。大娘，我最近呐，老做梦梦见你爸，是不是你爸想我了，让我找他去呀？妈，您说什么呢？咱不说这个，说点别的。最近少飞挺好的，安安静静的在家待着，也不出门。哎呀，不过我还是有点心事。妈，您是不是担心石头的工作呢？是啊，你说石头是个男人，怎么着也得有个工作呀，得养家糊口啊，是不是？哎呀，我就琢磨，我想了一夜，要不然就让石头自个儿干。妈，他自个儿干是好，可是咱没有本钱呀。哎呦，要什么本钱呐？当年他爸就是背个木箱子走街串巷，石头也可以背个木箱子走街串巷去呀。走街串巷，啊，您是说上门服务？是啊，哎，咱石头谁呀？石百祥的儿子呀，人家不认咱们石头，认石百祥啊。咱家这手艺祖传的。对哈。然后咱们再打个广告，要不然我这半天的班也不上了，我跟着他走街串巷去，
我去替他吆喝去。哎呦，那感情好，有你支持他，这事儿啊8、9不离10，准成。这样一来，石头也算是子承父业了。哎，还不得罪孔老板，也不得罪马厂长。咱就自个儿干。妈，您这个主意出的太好了。说起这手艺呀，别人呐还真比不过石头。当年他爸给他上的第一课，就是认各种各样的木头。咱石头能识别上百种木头。哎，就说硬木吧，什么样的木头是硬木，你知道吗？紫檀、黄花梨、红木，红木里头又有白酸枝、红酸枝，紫檀又有大叶檀、小叶檀。哎，哪儿产的？越南产的、老挝产的、缅甸产的，还是海南产的、云南产的，石头啊都门儿清着的。石头说呀，那黄花梨最珍贵了，它是木中黄金，既能打家具吧，还能做药材，打出的家具呀倍儿润滑。知道为什么吗？哎，那木头里头啊油性特别大，你用20斤那个下脚料，什么爆花舞的，你就经过一个仪器那么一加工，哎，它能出来这么大一瓶油，叫酱香油。咱石头里肚子有东西吧？妈，我看您也是一个大行家。我哪是行家呀，我都听他们说的。妈，我是在想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老家具。对。但是大多数这老家具啊，不是哪儿裂了，就是腿折了什么的，总得有人修啊。哎呀，现在这么多人喜欢老家具，兴许石头干这一行能兴旺起来呢。没错儿。哎，你告诉石头啊，干咱们这个修补家具这行啊，得仗义，别忘了咱家的祖训，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妈，我记着呢。石头也忘不了。哎，你还别说啊，用这油弄这脚还真舒服，是吧？舒服。哎呀，百灵，哎，真让你受累了。没有嘛。长江与黄河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好有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你们还回来呀？唱的真好听啊！啊，对了，你看，看我给你们买的这是什么呀？这是里面有做眼保健操的图。来，大家去教室。同学们，先回教室吧，啊，自习去吧啊！慢点，慢点，慢点，别摔着了。慢点。怎么没上课呀？干嘛坐在这唱歌啊？等你嘛，孩子们怪想你的，半天不回来。这儿站得高，看得远，你回来我们都能看得见。去哪儿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去书店呀，我不是给孩子们去买这图去了吗？你也不跟我说一声，怪担心的。不是，孩子们挺担心你的，老惦念你，怎么？我们不是不回来了？你吃饭了吗？我那锅里还有粥呢，我给你热热去。好了，哎，把它往三轮车前面一架，真不错啊！我告诉你啊，原来我可没打算真干，是你跟妈串通一气，愣把我给架上去了。不把你架上去，
一辈子都冲不到前面。哎呀，你有了活干，心里才会踏实啊。你踏实了，我跟妈心里就也踏实了。可我老觉得不好意思是吧？要不然我陪你去吧，我帮你吆喝。不好意思，修旧家具了，快来修旧家具。我都想好了，蹬着3轮。修家具找老师，老师在这儿呢。谁要修家具，我先往远处去，等都顺溜了，我再往近处来。那为什么呀？兔子不吃窝边草啊！你要遇见一个熟人，你得解释半天，多麻烦。那有什么可解释的？你做这牌子干什么用的？你这牌子就是解释给人家看的，对不对？哎，哦，我知道了。哎，你是不是怕碰见罗小马？又来了。我不干了。爱干不干？哎，我跟你说，石德宝，你干的这个事儿啊，我有预感，兴许啊，还真是一个不错的事儿。你想啊，现在大家都在买房子，那买了新房子就得买家具，那以前的老家具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修修补补的，得有人干呀，对不对？你干的这事儿，兴许能大火。火什么火？你以为修修补补还能赚大钱啊？赚不赚钱无所谓，能帮街坊四邻的办点实事儿，你不乐呵啊？拿来。我把眼保健操的图给框起来了，这样呢挂到墙上会方便很多。这个有效果吗？不是，我每天都带学生一块做那个广播体操。哎呀，广播体操那是增强体质的，这是保护眼睛的，两码事儿。你看我白天有的时候走街串巷给大家去看病什么的，我就没有办法及时回来带孩子们去做这个操。对，所以你就是我的第一个学生，你会了，同学们就会了。行，那怎么做呢？坐着。我们先来学第一节。好的。手放哪儿？放这儿。对了，手指要抵在前额上啊。第二节，手。第一节的图是这样的吗？你的手张开。第二节。对了，手放这。我们现在暂时呢，先学前2节，好吧？一直揉啊。5、6、7、8，1、2、3、4、5、6、7、8，2、2、3、5、6、7。第二节，1、2、4、5、6、7、8，2、闭着眼睛做。4、5、6、7，停。再学第3节和第4节。看漂亮吗？哟，下棋呢？哟，石头，这就开业了啊！可不是吗？正式开业了。石头，你还真干上了。嗨，生活所迫呀。好。哎，我们家这老长腿啊，坏了一条，抽空给帮修修。那没说的，晚上我找您去。哎，石头，我在我们家小店儿也给你打一广告。这合适吗？这不合适。哎，你再做这么个牌子，往我那店门口一插，这样买东西的人不都看见了？嗨，不影响你营业吗？嗨，这话说的哪影响？哎，街里街坊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都得互相帮衬着点吗？你说是吧？那感情好，我谢谢了。哎呀，不客气，客气啥呀？二位爷谁赢了？这臭棋老大，好水棋，没法玩。行，你们忙着，我走了。慢点啊！我也走了啊。那是啥时候进去的呢？
奶奶。哟，少飞呀，来，有事儿吗？奶奶，嗯，您抱着的是什么呀？奶奶抱的这个是个宝贝。宝贝。嗯。什么宝贝啊？让我看看吧。不给看，奶奶这个宝贝呀，谁都不给看。奶奶，我就知道您不拿我当自己人，我一外人，又是从那里头出来的，没人疼没人爱的，现在又没了工作，成天在您眼前晃悠。再过几天您该讨厌我了。哎，不会的，孩子。别这么说啊，奶奶给你看啊。少飞，这东西，奶奶连你爸都没给看过啊。别跟别人说啊。奶奶放心，我发誓，我绝对不跟别人说。我要说了，天打五雷轰。没那么严重，就是别告诉别人就行了。哎。奶奶，您给我看吧，您给我看了，我又会加倍的孝顺您，孝顺爸爸，还孝顺妈妈。真的，我最近可乖了，哪儿都没去。对，瞧这小嘴儿真甜。那您还不给我看呀？好，奶奶给你看啊。给你看。算了，少飞，小孩有小孩的秘密，大人有大人的秘密。奶奶，我不看了，我就知道奶奶是留给圆圆看的，我怎么能跟圆圆比呢？圆圆在奶奶心里的地位可不一样，从小就是您带大疼大的，我呢一半路出来的。哎呀，孩子别这么想啊，别这么想，奶奶给你看啊，奶奶给你看，来。哎，奶奶我不看了，哎，一看这封壳就知道是房产证，您可收好了。你不是非要看吗？怎么又不看了？我不看了，真的不看了。这东西贵重，您可收好了啊，别掉了啊。哎，嘿，你说这孩子，不给看吧，非要看；给他看了吧，又不看了，真是孩子。嘿嘿。谢谢。各位打扰一下，有需要的来个电话。哎，好的。哎，这样好，赵总，这是我们组团的手艺啊。周家具找老师，哎，这好像跟点菜没关系吧？什么意思？一块看。哎，这小木匠会做生意啊，把这广告都做到餐桌上来了。您家里桌椅板凳有坏的，包括衣柜啊、梳妆台啊什么之类的，来个电话，一修保证好。咱家那不就是坏了吗？要不就打电话让他修一下。好。好啊，行，电话就在那儿，要不现在打？可以。得了，我给您打吧。好，放心，行，这是我们组团的手艺。好。小伙子，来。打家具、修补家具，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小伙子，帮我们宣传啊！大爷，来，您看，这个家里要是有旧家具需要修补啊，或者是打新家具，都可以打这个电话。祖传的手艺，很好的，哎，谢谢。小飞，知道吗？袁一姐找着了。听说了，说在一破农村待着呢。哎，不许你这么说我姐，那可是她出生的地方，她呀，那是去寻根了。那个地方叫刘河屯，这可有历史了啊。以前啊，很久以前，本来呢应该是我爸去上山下乡的，可是我爸他身体不好，有哮喘，结果我叔就替他上山下乡去了，就因为这事儿，
我爸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呢。要不是因为我叔替我爸上山下乡去，他的命运可能就不是今天这样了。也许也没你妈妈了。你们家原来是这样的。这家人嘛，就应该互相帮来帮去的。我爸总说啊，这一家人就应该团结在一起。话说回来，我觉得圆圆呀，也就是失恋了，找个地方躲着哭去了。那，你没失恋过吗？我要是跟你说，我从来没谈过恋爱，你相信吗？我说什么你都相信？因为你是齐少飞啊，你是我见过最真实、最善良的女孩。你可能会骗别人，但是你不会骗我的。你怎么把我说的跟天仙一样？因为在我心里，你就跟天仙一样。这是我回北京干的第6份工作，修家具、找老石，说白了，就是靠咱自个儿的手艺挣口饭吃。这世界变化也太快了，我一边帮人修补着家具，一边感受着社会在一点一点的变化。圆圆，你在这儿啊？我是说老见不着你人。原来你也喜欢一个人对着河面发呆啊？这条河和我有缘。这么巧，我也是。你看这河水这么清澈，这么干净，真是挺难得的。真的很感谢你，这么喜欢咱刘河屯。你知道吗？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这相遇的。还有这么一回事儿啊？哎，那这么说，你来刘河屯不仅仅只是为了疗伤的吧？看着河水慢慢的远去，我时常在想着一句话：岁月如流水。黄昏的时候，太阳照在河面上，泛着金色的光芒，我又会觉得时光如梭，岁月如金。这条河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它养育了我的父母，也注定将会是我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圆圆，你知道吗？原来我小的时候，经常就在河边玩。可是有一次不知怎么了，就掉到河里去了，差点给淹死。后来让人给救了起来。然后呢？我的命是捡来的，可救我的那个人却淹死了。我记得你之前问过我，为什么要留在这儿？我想现在你应该很清楚了，我的命是刘河屯给的，我要怎么报答他？我要怎么报答刘河屯？我觉得人应该需要感恩，而我感恩的方式，就是要回到这儿来教书。这也许就是一种传承吧。他把他的命传给了我，而我现在就要把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留给这儿的孩子们。圆圆，
有的时候我看见这些孩子们，我就会有种成就感。我很高兴，他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你想想啊，一个人要是无时无刻都被别人所需要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多么有意义。难道你没有发现吗？你也被他们需要啊！你看啊，你给他们检查视力、做体检，你同样也是他们最需要的人。救你的人，他叫什么名字啊？你为什么要问这个？是不是叫刘桂花？是，没错，她就叫刘桂花。是我妈妈。竟然是我爸爸的初恋的现任男友，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不会选择跟他在一块儿的。可是那段时间，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第三者。当然，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就是对我爸爸的初恋娄小马阿姨做了很多过激的行为。当时我爸看到我这样特别生气，所以他一气之下就把这么多年的真相说出来了。我当时听见他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心中的那个伟大的、我崇敬的、让我引以为傲的爸爸，他不是我真正的爸爸。那段时间我特别混乱，我想了好久，最后我决定我要来到柳河屯，寻找我的亲生父亲。圆圆，你说了这些，我都知道。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帮你一块儿找。我们可以去问问村里的老人儿，也许他们会知道，当年在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就能找着有关你生父的消息。这样，你听过一个这样一个理论没有啊？就是当你要找一个人，哪怕你之前跟他根本就不认识，也不了解，但是只需要最多不超过6个人，你就可以找着他。我也是听说的，这叫做6度分割理论，也叫小世界理论。哪有那么神奇啊？其实我心里面挺害怕的。我知道，我知道你害怕什么。你怕见到你的生父之后，你不知道该怎么接手他。你也替你的生父担心，他见到你之后，他怎么接手你？圆圆，别怕，有我呢，我会帮你找的。其实吧，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如果你已经把你的养父当成了你的亲生父亲，我觉得你就没必要再找你的生父了。我说的就是这个。这么多年过来了，石德宝爸爸对待我真的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而我现在却这么固执的要寻找我的亲生父亲，我觉得多多少少对于他来说都挺伤他心的。不是，其实这个你也没有错，这谁都没有错。客观上来讲，一个人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他要知道我的生父是谁，我的生母是谁，这很正常，你没有错。我是想说，
和你没关系，圆圆。我只是觉得，你不要记恨你的生父。毕竟你们这么长时间没见面，我觉得你还是要怀一颗感恩的心，因为是他给了你生命，是他和你的妈妈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是啊，感恩。我这一生，我觉得我最需要感恩的人，应该就是我的石德宝爸爸了。如果没有他当年养育我，就不会有我石方圆的今天。你知道吗？我时常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回忆，就是我爸爸带我离开刘河屯的那一天，他背着我，我在他的背上。我的记忆里就是那条河，那条金灿灿的河。没错，在我的记忆当中，也是那条河。一种感觉，我永远不会忘记，忘不掉。我掉进了河里，开始慢慢的往下沉。我抓不到任何东西，我很无助。那时候我还小，我很害怕，河水不停地拍打着我的脸，我不停地喝水。你就感觉像死亡一步步在逼近，逼得你不得不放弃。河底太黑了，我真想放弃。我以为我会死，我觉得我不会再看见阳光。就在那个时候，一把手伸过来，把我拖起来，拖出河面。我呛了一口水，我又能呼吸了，我又能看见太阳。这就是那条河，我忘不了。这就是命运，这就是老天的安排，让我们在刘河屯相遇、相知。圆圆，我喜欢你，真的。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们俩是被一股力量推动着，或者说是冥冥中。刘河屯、桂花娘就把我们拴在一起了。我喜欢你，圆圆，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创造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未来。我说的是真的。圆圆，答应我。
谢谢。保安，过来一下。罗总好。你们怎么管理的呀？看到没有啊？这小广告能随便乱贴吗？这影响我们整个大楼的形象，知道吗？下来。是。妈，爸，睡着了。圆圆来信了。我待会儿念啊。少飞，少飞，少飞，少飞。门怎么锁了？爸，这锁坏了，奶奶让我给修一下，怕晚上出不来。哦，坏了。这不好好的吗？我刚修好的，我去看奶奶。好，亲爱的奶奶、爸爸、百灵阿姨、大伯、大妈、全子、少飞，你们好。我现在在刘河屯儿。你们收到我来信的时候，我也该回来了。在这里待了这些日子后，我觉得我现在非常能理解爸爸，理解他当年为什么不能常回家。这里毕竟是跟北京隔着千山万水的刘河屯儿，回趟北京还真不容易。爸，我有点动心了，让我好好想一想吧，要不要留在刘河屯儿，留在这里当一名医生，当一名被人需要的真正的医生。因为在我来到刘河屯这些日子里，无数次地感觉到，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他们都是那么的需要我。以前因为我出生不明，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被这个世界抛弃的人，这个世界也不需要我。但在刘河屯，我一点儿也没有这种感觉。我来这里找到了归宿，找到了我人生价值的所在。干嘛呢？明天不是要送你吗？我检查一下车，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是用这车把你送到学校的。明天我还拿这车送你。哦，对了，什么？你看看，寻父路线图。你从哪儿弄的？我弄，我自己画的呀。我跟你说啊，我找到老魏叔，
让老魏叔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老魏叔给我比划了半天，死活都没说清楚。后来我问了村里所有的老人，他们说，当时吧，知青来的时候都分在不同的村子里面，而且他们之间联系不是太多。你看现在吧，打工的人也越来越多，都出去了，知道当年的事情的人呢也越来越少。所以啊，最后我把他们所有的思路总结到一块儿，画了这个寻父关系图。你看看。圆圆，我的命是桂花娘给的。当时我娘在桂花娘的坟前磕了3个响头，不断地提醒我，让我记住，桂花娘也是我的亲娘。桂花娘走了，可村里的人依旧还记得，她有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是你，石方圆。人们一直以为你就是刘桂花的孩子。刘河头的人实在，不想打听别家的事情。但是，如果你非要把这事问清楚的话，我觉得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那个他们说的姓孙的知青。因为老魏叔跟我比划的最多的也就是他。孙民。名字我不大清楚，可是我听说当时钱海红，也就是你娘，对这个孙知青特别的好。听说他们俩还一块儿去过外地。是吗？当时我听我娘说，钱知青怀孩子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冬天穿得太厚，大家都没发现。最后当发现你娘把你生下来的时候，当时的队长马上要派人来抓他。你的养父石德宝把这事给扛下来了，所以就没事儿。圆圆，别着急，慢慢找，一定会找到的。是。我家里面有一幅他们知青的合影照，上面有4个男知青加上我爸。我觉得我的亲生父亲一定就在其中。如果你要找的话，我这个寻父路线图一定能派上用场。我心里面特别矛盾。我觉得我爸要是知道这事儿，肯定现在特别难过。圆圆，放心，没事的啊。从你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听你说石德宝爸爸，而且我看过他给你写的信。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男人。你想想，他仅仅是受人之托，就把你养到现在。我觉得没有人能比他的胸怀更宽阔了。我觉得他不会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看法，相信我。我知道了。说点别的吧，圆圆。那个，要不你待到后天再走，怎么样？你走了以后，可别不回来啊！啊，我会想你的。我很有可能不回来。那我就不让你走了。
不忍心跟孩子们去道别，你替我跟他们说一声。你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放心吧，孩子们，我让他们上自习呢。上车吧，我送送你。 走吧。停下！安全啊！看点包，人多手杂的啊。那个，估计这车呀，半夜才能到北京。你困了就睡一会儿，一会儿我把同学的地址给你。干嘛？让我上来接你啊！不是，我有个同学在北京，自己呢租了一间公寓，正好有间房间是空着的。你不正好回去没地儿住吗？你先住他那儿啊，跟你爸商量好了再回家。 再有10分钟就要开车。你怎么知道我在北京没地方住？你忘了呀？你跟我说的呀。你说你妹妹把你房间给占了，况且你也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跟你一块儿住。正好我那同学房间也空着，还是女孩，你放心吧。检票口就要停止检票了。爸，你别送，带东西给我自己过去就行。走吧，送你上车，走，就走。 不好意思啊，坐一下。爷爷，这是我那同学地址，你收好了。你到了北京啊，下了火车，你原地别动，他会来车站接你啊。我已经把你的车厢号告诉他了，别忘了和我联系啊。我知道，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列车就要开车了，为了保证旅客人的安全，要开车了，我下车了啊。注意安全啊。 这纸给你，注意安全，累了就趴着睡一会儿啊。走了。注意安全啊，人多手杂。我知道了，啊、你快回去吧。回这儿路上注意点啊，你累了就趴那睡一会儿啊。走了。回去吧。打电话。 再见。你不是踩我马吗？我就下来了，对不对？吃你冰，你得吃我的冰。我这老多踩你上去，我下来了。拉锯，保住，保住马呀！我走的是这，哎，就拉上去，我拉上去，拉什么拉？那，你走，拉呀，把这个拉上去，往那边一拉。我将你拉，哎，你拉，哎，你说是吧？啊！提出手来，提出手来！美人，嗨，
哎，坐，师傅，坐。谢谢。得了，老北京酸奶您先尝尝。谢谢。我这是特地呀从红头口那儿给您买来的。瞧你，白开水其实就行。您这又是酸奶又是茶的，我真有点受不住。您太客气了。哎，我跟您说啊，今儿找您来就是为了跟您聊聊。那咱边干边聊吧。哎，别介，您坐，别，干活啊？干什么活啊？今儿这没什么活，主要的把您请上门来聊聊。啊？嗨，哎，你不在我儿子那儿干，没关系，这是两回事儿啊，两码事儿。你别往心里去，我知道，我这人面薄。哎呦，您可别这么说，老孔师傅，您知道，我刚从老马的家具厂出来啊。您说，我要一屁股又到您老孔红木家具去了，那多不合适啊！人家老马家具厂现在生意又不好，那同行会说我见利忘义。牛，石师傅，好啊！我上回就说了，你这朋友我算交定了。啊，你为人诚实老实，啊，又懂吃亏。哎，记得上回我们隔壁买那家具，他一看是坏的，您立马上门给他打一新的。哎，上面还给他镶俩小珠。哎，我接个电话。哎，您接。喂，啊，是我。哪儿？哎，好嘞。您看，我这还挺忙。您这儿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告辞了。别介，慢。我这儿有几件东西，让你看个仙儿，好不好？别忙，走。哎，里边请。好嘞。好东西，您长眼，瞧瞧，怎么样？啊？孔师傅，您真耽误我事儿。怎么？真是。再见，孔师傅。哎，您别，您坐。孔师傅，啊？承蒙您看得起，请我到您家小坐一会儿，我心领了。但是你不能弄一假货来糊弄我。虽然我是小打小闹，修补，可这一家人还等着我接锅呢。您的确真看出这是假货来了吗？嗯。实不相瞒，开始的时候啊，我也觉得有点像仿的哈。但是您得说它是哪一点是仿的，您得给我说清楚，你说是不是？这么说吧，木头是好木头，啊，工艺也不错，哎，可它是新物件，做的旧。做的旧。再见了，孔师傅。哎，你留步。我还忙着呢。你好，大叔。哦，你姓梁，是你打的电话？对，我们这儿呀有几张桌子坏了，麻烦你给固定。哦，哪儿？在那边。好。就是这张啊，那边还有几张。行，没问题。可是我在这儿敲敲打打的，不影响你们营业吗？哦，那就到院子里修。行，你把要修的桌子找人搭到院子去。好，那您先到这边休息。
such a good weather today. Yes. By the wa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project we talked about? Oh, yes, very good. We can talk about. Very nice. Sorry， 服务员，你们这儿怎么这么吵啊？能不能让他先停一下？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师傅正搁这儿修桌子呢。那我们换个地方吧。好，那您请跟我来。可以。好像这人跟你认识。Why？ 我很清楚的能感觉到，你还是对他有感觉。No， 我不认识他。啊，好，没事。那我们合作的事情今天谈到这儿，跟你合作很愉快。我也很愉快，谢谢您。那我先走了。Thank you。好，再见。谢谢。拜拜。行，完事了，挺好的。挺好的。这更年轻了。来，我请你喝一杯。你？算了吧。怎么着？劳动人民就不能请你喝一杯？你不是当了厂长助理了吗？怎么现在沦落到……什么沦落呀？我乐意。这世界上怕就怕乐意两个字。在工厂工作呢，怎么着也是个小干部，现在不干了多可惜啊！家人不介意啊？不介意，就是他们动员我干。那百灵还陪我一路欢歌呢。哎呀，正经点儿。哦，那小男朋友呢？走了。别瞎说，那是我客户。客户？啊，你们都到这地方谈买卖啊？石德宝，怎么了？越说越不正经了。我现在是个体户，正经不起来，一正经客户跑了。其实我早知道你是个体户了，这广告都贴到我们公司门口了。那好，你们可是大客户。我给撕了。陆小马，这像你干的事儿，可是我不计较。